这两天全球科技圈发生了一件大事啊！就在6月23号，日本产经新闻发了一篇酸气冲天的报道，在最新一期的全球超级计算机 TOP 500榜单上，中国自主研制的凌盛超级计算机，时隔整整8-9年，一屁股坐回了世界第一的王座。而日本当年吹上天的国宝超算富岳，直接被咱们一脚踹到了第9名。上一次站在世界算力之巅，还要追溯到2017年的11月啊。那之后的8年里，咱们在公开榜单上基本上隐姓埋名，江湖上甚至传言中国超算被老美卡脖子卡废了。那先跟大伙儿科普一下这个 TOP 500榜单的含金量啊。这个榜单每半年更新一次，它考核的是持续稳定运行的综合性能。也就是说啊，你得把几十万、上千万颗芯片连在一起，像老牛一样不眠不休的稳定输出算力，谁稳谁快，谁才是真正的王者。而咱们的凌盛啊，这一次实测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达到了恐怖的 2.198 EFLOPS。听不懂数据没事儿，我打个比方，如果让全球80亿人啊，每个人手里面拿一个计算器，不吃不喝不睡觉，每秒钟按一次等号，人类要连续算将近80年才能完成的计算总量，中国凌盛1秒钟全部搞定。就这速度啊，老美排在第2位的系统性能是 1.8 EFLOPS， 咱们足足领先了人家 21% 啊。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在100米赛跑里，这领先优势相当于老美刚跑了80米，咱们已经冲过了终点线，把茶都喝上了。那听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啊，既然咱们这么牛，那为什么这中间消失了整整8年啊？这8年我们都去哪儿了呀？这个事呢，还得从2017年讲起啊。2017年以前，中国超算那是风光无限啊！咱们靠着天河2号和神威太湖之光，在世界舞台上连续多年霸榜。那个时候老美急了，心想这不行啊！超算可是国之重器，气候模拟、核武器仿真、大飞机设计全靠它呀！怎么能让中国人天天拿第一啊？于是呢，从2018年开始啊，老美就掀桌子了。他们祭出了杀伤力最大的武器——高端芯片出口管制。他们把中国各大超算中心、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直接拉进了所谓的实体清单。意思就是很简单，我不卖给你最先进的计算芯片了，我不卖给你高端 GPU 了，我看你拿什么去堆算力。在西方科技界眼里啊，超算迈入1级时代的入场券必须靠高端 GPU 加速卡来堆叠。老美就觉得切断了供应链，中国超算就得彻底被锁死在旧时代，成了断奶的孩子。这8年里啊，老美先后拿出2套系统，年年是拿第一啊，在国际大会上开香槟庆祝。甚至有些西方公知开始冷嘲热讽，说中国超算离开了西方的芯片就再也玩不转了。面对这种长达8年的科技绞杀和舆论围剿，咱们的科研人员干了件什么事儿呢？2个字儿：闭关。既然你公开榜单要盯着我们、制裁我们，那咱们索性不在公开榜单上跟你玩嘴皮子了。这8年里啊，咱们的科学家默默地回到实验室里，把所有的精力都砸向那条最难走、最孤独、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成功的道路，全站全自主研发。现在全球最顶尖的超算啊，那不管老美怎么吹嘘，他们的底层逻辑其实都是一样的，靠堆砌高端 GPU 加速卡。那说白了，就是去那个英伟达、AMD 那儿买几万块最顶级的显卡，用超能力强行把算力给堆上去。老美之所以敢搞芯片管制，就是因为英伟达在他们手里啊。结果呢，咱们的凌盛开幕雷击，整套系统里面全程没有使用任何一块国外的 GPU 加速卡，完全靠咱们自研的 LX2 CPU 撑起了219亿次的全部算力啊！从处理器芯片、高速互联网络到操作系统，全占100%纯全国产。可能有人会说，跑分拿第一听着是挺提气的，但这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呀，这有啥好聊的？我告诉你啊，这关系可太大了，这根本不是什么科技跑分啊，这是中美科技大决战里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绝地反击。
超级计算机这玩意儿其实说白了就是大国手里面最顶级的战略推演大脑。从高端科研、新药分子模拟到更核心的国防、大飞机气动外形，甚至是高级 AI 大模型训练，后台全靠它在算，谁的超算厉害，谁就在数字时代的底层拿到了天眼。可是大伙儿知道吗？那为了不让中国拿到这个天眼老美就联合整个西方对我们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极限围剿。他们用高端芯片，用最核心的先进光刻机，编织了一张自以为天衣无缝的科技天牢，想把中国死死锁在低端产业链上。结果呢，这一记耳光不仅把老美的第一名给扇飞了，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老美这么多年来靠着卡脖子建立起来的科技霸权包围网，已经从底层开始被中国彻底扇得粉碎。大伙儿看看这次登顶的凌盛超算它最让西方专家感到惊恐，甚至半夜惊醒的是什么是这台超级巨兽肚子里全程没有使用任何一颗国外的芯片，没有用任何一块英伟达或者 AMD 的显卡，它就是100%全占纯国产自研。这就打破了西方科技界那句流传了10几年的死律叫没有西方顶级显卡就做不出下一代超算。咱们的设计师另辟蹊径，既然你断我的 GPU， 我就用纯国产的 CPU 架构硬趟过去，自己搞自研的高速网络，用上千万个国产核心，万众一心硬生生把算力顶到了世界第一。而大家最关心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咱们也是用同样的方法硬顶过来的。你瞧我顶级光刻机不让我买，对吧？那好，国内的科研团队就搞愚公移山。光刻机被称为人类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里面集成了几十万个精密零部件咱们就把它拆解开。长春光机所去死磕最核心的双工台和光学镜头，上海微电子去攻坚整机集成和对准系统，其他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去把最底层的特种气体、光刻胶、高纯度化学品一项一项的做国产替代。这其中的艰苦普通人根本就没法想象那真的是靠双手1毫米1毫米在黑暗里摸索。老美觉得卡入一个点就能瘫痪一个面结果中国把这才大棒当成了全产业链升级的催化剂，硬生生把上游的设备、中游的制造到下游的封装全部用中国自己的供应链给串联了起来。这就形成了一个国际科技史上最讽刺的攻防转换。老美当年搞制裁、搞脱钩断链如意算盘打着噼里啪啦响他们想让英伟达、阿斯曼这些西方科技巨头靠着垄断地位继续躺在功劳簿上数钱，同时把中国永远隔绝在低端市场。结果呢，这回大棒挥下去反向砸到自个儿的脚趾头上，因为中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被他们亲手推开了阿斯曼的总裁不止一次公开诉苦说不卖给中国光刻机，不仅没能阻止中国，反而让中国加速研发出了自己的替代品，导致西方企业失去了未来的市场。英伟达的黄仁勋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为了能把芯片卖给中国，甚至不惜推出了特供阉割版，结果国内的企业根本不买账了。而更让老美绝望的是这西方科技界现在陷入了一种叫依赖型惰性的怪圈里。你看老美现在要做超算，要做 AI， 高度依赖英伟达和台积电。只要这两家公司稍微出点状况，他们的整个科技供应链就得抓瞎。说白了，他们自己其实也是在当高级组装厂，而咱们呢，被逼上梁山之后，反而是因祸得福打通了全产业链独立自主的任督二脉。你看老美那边这几年都在忙什么呀？他们今天忙着拉帮结派搞小圈子，明天忙着搞地缘政治对立，后天国会里又在为了给别国援助还是留在国内修路扯皮打口水仗。他们的华尔街天天在忙着金融衍生品创新，科技界在忙着炒作各种概念，玩资本套现。说白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富都在搞金融空转和政治表演。而咱们中国这几年在干嘛呢？咱们在闷头干实事在搞愚公移山。大伙儿下班回来可能觉得这个日子过得是挺平淡的，但咱们的国家机器在底层一刻不停的在运转你卡我光刻机，我就砸钱砸人搞突破；你卡我软件，我就自研操作系统。咱这场超算王座的易主和半导体产业链的步步突围，彻底扯下了西方科技最后的遮羞布。
他用最硬核的事实告诉全世界啊，大国竞争到最后，拼的从来不是谁的嗓门大，也不是谁的金融镰刀快，拼的是谁能把地地道道的硬核科技牢牢攥在自己手里。那喊了这么多年的脱钩断链，断到最后，中国科技不仅没垮，反而带着纯国产的硬核系统重回巅峰。这就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件事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垄断人类的智慧，也没有任何一种封锁能拦截得了一个拥有14亿人口、铁了心要搞自主创新的伟大国家。所以啊，把这出大戏看到最后，你会发现啊，咱们中国人在科技这条路上走的是何等的坚韧，何等的提气啊！超算重回第一，打了多少当年唱衰咱们的西方公知和网络喷子的脸啊！他向世界证明啊，西方的封锁和管制啊，不仅没能困住中国，反而成了全站国产化加速前行的超级催化剂。时隔8年，王者归来，这不是终点啊，而是咱们纯国产、全自主路线上一个全新博弈时代的伟大起点。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咱们下期再见。